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我有一种坚持，和这个看脸的世界对峙，真实成为了奢侈，虚假却自以为是，连快乐都是疼痛的姿势，却还成为了历史，完美是种常识，每个人都努力更加精致，不管世界多放肆，我知道我的名字，生活的意义远不止如此，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，真实的百无禁忌，虚假的请回避，因为我就是唯一中的唯一，要做真实的自己，绝不会轻言放弃。这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，也许并不够美丽，但请好好珍惜。我愿意与你写下爱的奇迹，无论欢笑与哭泣，只要一路上有你。没办法，赶上了，看见就看见吧，我不想骗你了。我跟 Grace 的感情一直都在。我不信。OK，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但这就是事实。那我俩以前算什么呀？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恋爱是有周期的，热恋期最多也就6个月。谈恋爱的时候嘛，说过一些话，做过一些事儿，都很正常。但是回归到理性之后，自己才发现还是要跟合适的人生活在一起。林氏，我不是第一天认识你了，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吗？啊？因为我对 Grace 的感情从来都没有变过，小点不是你的错，只是我改变了我自己的选择。OK？你俩的事我一直都知道，我不信你还能对他有感情。我们两个人之间是有很多问题啊，不过那都是5年前的事了。这一次我回来之后，误会都已经消除了，他原谅我了，我也原谅他了。你心里清楚，我们两个人才是最合适的一对，对吗？能别骗我了，好好说话行吗？你能别再纠缠了吗？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补偿给你啊。我再说一次，你听清楚了，我心里一直爱的都是于佳姐。所以以前都是假的，是吗？一时糊涂啊，只不过我现在清醒了。我知道了。转，你就逼着我牺牲。 我知道了。万千错想，只为和你相爱。逼着我牺牲。
小挺，你出来呀！小挺，你出来，我们都在呢，你干嘛把自己关起来啊？小挺，算了，让他静静吧，可能是压力太大了。走吧。我承认公司的业务的确出了点问题，公司上下都在努力的去解决，但作为长期的合作伙伴，连这一点的信任都没有吗？您作为欧诺的董事长，在商言商的道理您应该知道。我们呢也是按照规章办事。欧诺跟贵行合作多年，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和信誉，所以在这次的危机中，我希望贵行可以继续相信我，相信欧诺，帮我们欧诺度过这次难关。抱歉，现在欧诺的现金流问题实在是太大了，恕我行爱莫能助。还有，我不只要停止给您公款，而且呢，您必须按期还款，否则只能后果自负了。哎，英硕，怎么样了？我们现在指望不上别人了，不被人落井下石，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也不都是落井下石的，万一还有靠谱的呢？你说谁？我的意思是，要不我们把连胜请回来？舅舅，我们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。你赶快联系一家对我们欧诺股份有意向的合作伙伴。你疯了吧？我现在想把我的一部分股份卖出去。不是，英硕，我跟你说，我知道你要劝我，但壮士断臂，现在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。你好，你好，小鼎工作室。哎，店里就你们两个吗？对，那个特别可爱的设计总监呢？他他不在。啊，不会吧？我们可是专门冲他来的。我还请了假，一会儿还得回公司呢。对不起啊，一样的，没关系的，我们服务是一样的。对，来，一样的，服务都是一样的。对。现在他做皮肤测试。行吗？我们可是冲总监来的。太哲子涵，做一个，我来吧。哎，老板，你看小挺她怎么了？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？我也觉得是，这段时间他都怪怪的。会不会是跟连总吵架啦？哎，别乱想。喂，开门。最近连胜他特别喜欢睡觉，也不知道正常不正常，你看一下啊。嗜睡是因为脑部缺氧。他这2天吃的怎么样？一般吧，胃口也不是特别好。反正呢，你就是让他吃好、休息好，我会尽快回来的。好的，那先这样吧，我接个电话。好吧，那你先接电话吧。喂，泰哲。女的。于总啊。是啊。将军呢？将军他已经睡了，有事吗？哦，没有，没什么事儿。于总，你想什么呢？你说我想什么呢？不可能的，他俩不可能在一起的。肯定是因为将军了。除了连总，谁还会把他折磨成那样？孙总，细节方面，您还是再看一眼吧。不用看了。和你们欧诺合作了这么多年，你裘董的为人太清楚了。但有句话，我还是要说在前面的。说。现在我的确有难处，但等过了这个难关，我还是希望把这份股权收回来，
当然了，我不会让您吃亏的，肯定不是转让的这个价格。回购美股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我至少给你加上1个点。哎呀，太见外了，邱总，生意场上谁都有可能遇到周转不开的问题，那你邱总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就冲着我们合作这么多年，冲着我和翁总的交情，这个忙帮定了。孙总果然有魄力。签协议，签明天到。好。哎，董事长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公司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去处理。我签完字再说。10万伙计。孙总，对不起，我有件事情要处理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先忙。殷叔啊，你不觉得这个事儿有蹊跷吗？孙总不是你介绍来的吗？怎么会有蹊跷？这姓孙的平时连一铁公鸡都算不上啊，他就是一糖公鸡。这次那么爽快，你提出的股权转让价格，他一口就答应了。回购的时候也一点都不含糊，你不觉得里面问题很大吗？我许给他1个点的回报，也不算少啊。1个点，我就不信这姓孙的能为1个点忙前忙后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出价比我们更高？殷叔啊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所有的风险我们都要考虑进去。这个股权，我们把它送出去很容易，想要拿回来可就难了。但我现在很需要这笔资金，就算有风险，也只能试一下。舅舅，目前主动权不在我们的手里，也顾及不了那么多了。只有拿到资金，稳住局面，我们才有反击的机会。这个协议，我只能签，必须签。可是殷叔，财务部那边打过招呼吗？嗯。汪总。哎呀，我刚刚从财务室回来，孙总那笔钱到账了。好，钱到账，局势就会稳定一些，这样我们也不至于被人牵着鼻子走了。孙总的钱，什么钱啊？公司的资金缺口太大，借不到款，我让出了5%的股份，先解决一下燃眉之急。你说什么？你私自让出了欧诺的股份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欧诺现在现金流紧张，银行都催着上门讨债了。如果一直拖着不给，我怕事情会放大。一旦形成了连锁反应，大家都来欧诺要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你就可以卖股份，是不是啊？啊？这么大的事情都不需要跟我商量一下吗？你手里的股份，你想出手就出手，没有想过后果吗？你也不用担心 ，Grace， 这只是权宜之计。等欧诺局势稳定了，我会再想办法把股权买回来的。哎，你看啊，虽然这笔钱到账了，但是呢，也只是够我们喘口气的。要想彻底解决赵前明这件事情，挽回局势的话，我觉得，要不还是把连胜请回来吧。连胜是不会回来的。不是，殷叔，你看，你们之间的误会已经解除掉了，而且以目前现在这个局势，连胜也不会坐视不管的。舅舅，先不要指望别人，我是绝对不允许赵前明这样从我的手中把欧诺夺走的。我有办法对付他，等着今天下午的例会吧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。哎，你说我这头发这么短，做新娘造型会不会不太好看啊？不会，短发有短发的特点，只要把纹理还有它的蓬松感做好了，其实会比长发显得更加灵动，更加活泼可爱。啊，这我就放心了。我还跟我家那位抱怨说，怎么不等我留个长头发呢？结果他说他等不及了。你说气人不气人啊？你俩
应该感情很好吧？他应该很爱你吧？哎呀，也没有，我们其实也吵不在一个段嘴，还分过手呢。但是最后还是在一块儿。你怎么这？没事。您来一下这边，一会儿给您换衣服。啊，好啊。小婷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我只有让自己变忙了，才能不去想。不管发生了什么，生活还得继续。是，生活还得继续嘛。小婷，小婷，怎么了，小婷？我看见他了，看见了。看见谁了？啊？也许我看错了吧。那，走吧，客人还等着呢。坐。我建议等一下我们见机行事，不要一上来就针对赵前明，因为我害怕他已经收买了王董和李董，这样对我们来说很不利。放心，王董和李董一向支持我们裘家，他们这个时候巴不得有人站出来说说赵前明呢。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我必须要趁这个机会扳倒他。赵前明作为欧诺 CEO， 不仅不听董事长的命令，立即停止 VIP 业务，还肆意扩张。我现在提议罢免赵前明 CEO 的职务。当初 VIP 扩张，那也是董事长你亲自批准的。现在欧诺出现了糟糕的状况，你不能怪我一个人吧？如果想要算账的话，那你作为董事长也难辞其咎。我当然没有要推卸责任的意思，但必须要先解决问题。你就是欧诺最大的问题。既然解决问题，那就不要计较谁的过失。现在欧诺最大的状况是如何走出困境，不应该是罢免我赵前明。如果罢免我赵前明真的能让股价回升的话，那董事长不用你说，我自己就可以引咎辞职。这样吧，赵总，既然您现在把问题看得很透彻，而且又是欧诺的 CEO， 那请问一下，你有什么最好的解决办法？我确实有个提议，北美的 SJ 公司想要收购欧诺，我认为这是最好拯救欧诺的方式。我不知道各位董事有什么意见。你准备让他们收购多少？50亿以上的股份。不可能！赵前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你是想把欧诺卖给别人。难道董事长还有更好的办法解救欧诺吗？是银行支持呢，还是您亲自拿钱呢？赵前明，你终于露出你真面目了！你竟然想联合外人恶意收购欧诺，他们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？如果董事长真的有本事的话，还需要我赵前明这么费心吗？哎呀，我是想解救欧诺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被你说成什么了？董事长，我有一个提议，我建议，既然我们今天各位董事都在场，不如我们临时召开董事会，在这里决定是否让 SJ 集团收购欧诺。不过赵总，您不会不知道，我们拥有绝对过半的实力吧？好啊，我也想看看我能不能过半。今天你可是决定欧诺未来的关键人物，胜负可就全靠你了，千万不能有差错。好。经过大家的投票，同意 SG 收购的占47%，不支持 SG 收购欧诺的占48%。赵总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您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等一下，
还有一位股东。哟，孙总，孙总，难道你也是欧诺股东？这是裘总转给我的5%的股份。是的，孙总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我们正在决议是否让 SJ 收购我们欧诺，我相信你自有判断。当然，孙总，那你就表态吧。我支持 SJ 收购欧诺。姓孙的，你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没听清吗？我支持 SJ 收购欧诺，什么意思啊？保安！哎，翁总，小辉，别闹了啊！是我安排孙总跟你们见面的。这5%的股权，决定了我的地位。李总，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就算控制了欧诺呢？嗯？赵前明，你太卑鄙了你！成王败寇，现在我宣布重组董事会。赵前明，你竟然出卖欧诺！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欧诺跟 SJ 正式合作，我负责对接。散会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要去找连总问清楚。你能不能冷静冷静？你叫我怎么冷静啊？你看没看到小艇都成什么样子了？在灵魂深处。现在还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想想办法，一定会解决的。他们压不垮我的，越是到了这个时候，我越是不能慌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更何况还有我们。这一定不是欧诺的结局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父亲的基业在我手上逝去。一定不会的。我还有点事儿，
先出去一下。英硕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你永远都不是一个人。我还有你们，我就不会输。舅舅，英叔，有些话舅舅得跟你说一下。现在事情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就别硬撑了，是时候把连胜请回来了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舅舅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能力，只是事情到现在这个田地，已经不是你我的能力所能解决的了。英叔，我们在这儿耽误1分钟，将来留给连胜去拯救欧诺的时间就少1分钟，不能再等了。你都说了，现在已经无法扭转乾坤了，我现在再去找将军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那可不一定，他毕竟是将军啊。我不想让他来承担我失策的后果，而且，将军他现在生活得很轻松，很快乐。我真的不想去打扰他现在的生活状态。英叔，你是欧诺的主心骨，你不能倒下。舅舅想好了。就算豁出去我这张老脸，我也一定帮你把连胜给请回来。连总，如果不是事出紧急的话，我也不会登门拜访。进来吧。坐吧。连总，欧诺出大事了。赵前明伙同国外集团准备收购我们欧诺。就算没有赵前明 ，SJ 公司本身也是要收购欧诺的。是，可是有了赵前明以后 ，SJ 公司就如鱼得水，这事半功倍。我知道了。连总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欧诺了，我求求你了。就算不提欧诺，英叔这孩子也是你看着长大的，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帮他一把。连总，如果你是为了以前的事儿，我在这儿给你道歉行吗？我给你道歉。这都怪我，怪我听了赵前明的，然后影响了英叔的判断，这事儿真不赖那孩子。之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已经忘了。
那你就不愿意帮一下樱树吗？就算我现在帮他一次，我能帮他一辈子吗？再说，经过这段时间，樱树已经长大了，他能解决这些麻烦。连总，这不是一般的麻烦啊！你就算看在大哥的面上，我求求你了，最后帮樱树一回。喂，樱树。喂，小婷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小婷，你并不是一个擅长掩饰自己的人，你说吧，你是不是工作不顺心，还是将军对你不好了？我们分手了，可能于总裁更适合他吧。Grace， 您是跟 Grace 在一起了？不跟你说了，我挺忙的。拜拜。喂，小婷。林树 ，Grace，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找将军啊？进来吧。欧诺现在情况很糟糕 ，SG 的持股比重高于我们，有了绝对的控制权。现在就等着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消息了。我已经失去欧诺了。欧诺之所以有今天，都是我一手造成的。所以，你们俩聊，有事叫我。所以无论后果多严重，我都会一个人承担。将军。我今天来是想和你正式道个歉。你之前对我的所作所为，都是为了我好，而我却像个瞎子一样，总是误会你。对不起。专注你眼前现在发生的，这是你唯一的办法。应对方案有想吗？啊，我想了，多想想。记得我们俩之前骑车的时候，我经常会跟你说多想想。一定会有办法，千万别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。我知道了。这个是我想到的方案，以及接下来一系列要发生的情况。尽力了吗？我尽力了。那就按你想的，勇敢去做。你不给我任何的建议吗？我的建议只会影响你的判断。以后如果没有我在你身边，都要靠你自己。那如果这次失败了呢？你已经失败了，能不能绝处逢生，关键就在你自己身上了。好，赶紧去忙吧，多想想，赢的关键是什么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将军。你真的跟 Grace 在一起了？好吧，那我不问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小挺，你别喝了，少喝点。哎呀，我让你别喝了，你都喝这么多了。哎，来，哎呀，喝，多喝点好吧？你们男人怎么都这样？前几天不是都要求婚了吗？不是钻戒都买好了吗？怎么说变就变呀？哎，我真是……别说了，干嘛呀？本来就是嘛！你说他招惹我们小体干什么呀？你抓我干什么？真是的。
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萧挺喝成这样。这次他可真是伤透了心了。我现在真是恨死连总了，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。我也没想到，本来不该发生的事情，反倒是发生了。你说他跟萧挺那么好，我还一直以为萧挺是他的真爱呢，结果人家压根儿就还没有忘记旧爱。他干嘛不回国的时候就直接找于总，还来招惹我们萧挺干嘛？行了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在这说也没有用了，是吧？就让他喝吧。只能让他喝了，至少喝醉了，今天晚上就可以忘记痛苦了。连总，这5%的股份远高于市场价，您确定吗？确定。如果你今天来是质问我跟连胜之间的关系，那你找错人了。又或许你想跟我倾诉你有多委屈多难受。对不起，我很忙。我只是想说，希望你能好好陪着他。什么？我真的很喜欢他，我也知道我俩的差距有多大。在一起的时候老觉得只要2个人相爱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。可事实证明我们都错了，爱情是需要基础的。我俩在一起无论有多快乐多美好，这些差距终究是弥补不了的，更弥补不了你们在一起10年的陪伴。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，现在才发现我是多余的。在爱情面前，没有人是多余的。拜托您几件事情。说吧。他不爱吃早餐，老是凑合，又不能吃太油，也不能吃太辣。不过我相信你肯定很快能帮他克服这个问题。而且他有睡眠障碍，经常半夜睡不着觉，所以我最近老是看他头疼。陶娇婷，其实连胜他……对不起。其实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应该都是废话吧，毕竟你比我更了解他才是。连胜对你做了这么多，你就一点都不恨他吗？毕竟2个人付出了那么久的时间，付出了那么多的感情，如果最后只剩下恨的话，那不就太可惜了吗？他给我的美好已经足够让我回忆了，帮我谢谢他，也谢谢你能继续替我陪着他。
祝你们幸福。连先生，您的身份证明我们已经收到了，您要办的资产信托受益人为陶小婷女士，程序已经全部完成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您是跟您的担保人在一起吗？稍等一下。啊，好。喂，你好，于女士吗？是的，是我，您的全名是？于佳杰。哦，好的。连先生的资产信托我们已经确定好了。那么所有的文件您都看过了吗？我已经看过了。确定无误吗？是的。好的，谢谢。喂。哎，连先生，那就这样，您办的资产信托就这么确定了。好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你真的认为爱一个女人就是把所有的钱都给她吗？其实你错了。一个女人最幸福的，就是无论生老病死，她都可以陪伴在你的身边。林生，你还是决定这件事情不告诉陶小婷吗？在灵魂深处。